电视剧、电影，如果是红酒来讲，微短剧呢就是可乐，你一开了喝就爽了。那个女的讲的没有错，哪个女人？这里。你们老公西北啊！每20秒就刮一巴掌就是一个惊喜，然后在每1分钟就有一个大转折。It's a bit cringy, but somehow you love it, and suddenly you realize that you spent the past 10 minutes actually watching such content. 国产奶粉，能说吗？这个，妈，我不是我说你，你要买就买贵的。近几年，轻松搞笑、腹黑逆袭等俗套剧情的微短剧在中国非常流行。截至2024年6月，中国微短剧用户达5.76亿，占中国网民的52.4%。微短剧市场不仅在中国国内迅速增长，在海外也呈现蓬勃发展的势态。从收入来看，北美是中国短剧主要市场，但从手机应用新增下载量来看，东南亚已超过北美。现在大家都没有耐心，微短剧会是比较容易让人家接受的，就碎片式的那种视频。我喜欢的模式是它快，然后它可以很搞笑，你可以天马行空。因为当你是以轻松搞笑的方式去给观众的话，观众多半都会有共鸣。金刚媒体在2024年参加了由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组织的考察团，前往中国向当地的微短剧创作团队学习。借鉴考察所获，金刚媒体决定尝试拍摄首部微短剧《霸总爱上我的妈》。会用 CD 细胞针了吗？哎呀，你用心听我讲好不好？霸总每集仅90秒，制作团队仅用5天完成拍摄，导演和团队得以用全新的方式来讲述故事。你每20秒就刮一巴掌就是一个惊喜，然后在每1分钟就有一个大转折。所以我觉得在微短剧里面最大的挑战是怎么让在每一集之后都有一个钩，让观众愿意去看下一集。来了，开场跟结尾的那5-6秒的时间要做什么？通常都是会以人物表情作为开场的表情，或者后面呢就可能就是一个桥段，就是会碰到一些剧情的转点，好像有一些可能突发情况，可是不要给观众说发生了什么事，就给他们在下一集才看到发生了什么事。哦，安哥，你找谁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的微短剧，然后本来我们也是有剧本这样子，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到现场根本连剧本我们都可以丢掉，只要我们那个大概是跟着那个剧本走，我们其他台词是很多都自己换的。最大的挑战，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平时我们都拍电视剧，所以我们都说要酝酿情绪啦，要铺垫整个剧情之类。但是第一天拍摄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没有这个时间去这么做，真的是要很快的去把剧情的那个愤怒啦或者感情啦表达出来，很快在那微秒钟里边就要表达出来。就好像车这样，有些车呢就慢慢 start 才可以去到100，我们就要一键100。所以 I mean 很考导演的地方就是你要很精准的抓到你要的东西，你不能够啰嗦，你也不能够太让演员们自由发挥。所以演员们也要懂，我这一幕的你这一个型格可能就只拿了5秒，你演了一个20秒给我也没有用，我剪不进去，我也浪费了拍摄的时间，所以要准哦。拿捏那个时间很重要，因为我们只要超出那个拍摄时间，我们的预算就会提高。然后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他们是跟我们讲，他们用5天拍120集，我们用5天只拍30集已经要很喘，他们可以拍120集，所以其实他们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然后已经知道拿捏到微短剧是怎么拍摄。然后我们这个是启蒙的阶段，所以希望我下一个挑战给他是能不能在5天里面拍50集。新加坡的在线媒体平台 VC 看好东南亚市场，在2024年6月与中国益阳光城合作，将中国微短剧引入新加坡。
I think microdramas in Southeast Asia is really relatively really new. The consumption is increasing a lot in Southeast Asia, and in fact, I think because of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supporting a lot of the vertical format, what we're observing is that there's a growing female segment, especially in the first-tier cities. There are female consuming more and more microdrama content. Our key strategy, I mean, for us as an IP producer itself, like for us, our microdramas, a lot of it is like female-first type stories. A lot of it is there's a certain level of redemptive arc in the type of stories that we create. 为了帮助人们找回被夺走的梦境，我们开了一间咖啡馆。VC 对微短剧市场持乐观态度，不仅翻译中国短剧，还在泰国和台湾投资制作原创微短剧。Cafe of Small Dreams. So that was actually birthed out from Singapore and produced in Taiwan. In fact, I think it's probably Taiwan's first microdrama. Adapting it for a Taiwan market itself is something that we kind of brought together, and all of this happened here in Singapore. I think Singapore can actually play an aspect of really being a regional player because deals flow through Singapore because a lot of regional headquarters are sitting here in Singapore. So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influence and to actually show how this new format structurally can actually deliver results and deliver the audience. 据2024年中国微短剧产业研究报告，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在2024年达505亿人民币，首次超电影票房规模。许多微短剧的前10到15集免费，之后需要充值或按照每集大约人民币1元的价格收费。观看一部100集的微短剧需要大约15新元。这种商业模式在东南亚市场是否可行呢？ I think Southeast Asia has good potential in terms of monetizing microdramas. I think number one, it's a very advertising, consumer-driven market out here. Second part of it is that we can't discount is that micropayments is huge. Micropayments for bite-sized consumption of content. 对于在新加坡采取收费模式，金刚媒体并不十分看好。而实际上，霸总爱上我的妈的幕后出资方为财政部和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新加坡人本身就没有这个习惯，说我要付费去看一个微短片。好像那时候 Netflix 的，因为我是在电视看，然后我要看那些，当然 Netflix 的制作那种是几千万、几百万的那种制作费。然后如果你说，比如说我们用1块钱1集去解码的话，基本上新加坡人没有这个习惯，是付费去解码看微短剧。我们本地也没有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服务，whereby by 你可以解码就继续观看。然后我们成品能出也是因为有金主 commission 我们才能做嘛。我的确作为有朋友看微短剧的，他们会解码解锁，可是都在中国跟内地的平台，因为他那边选择比较多。不过现在内地他们也跟我们说，他们现在的微短剧的形式也慢慢在改变，他们也不一定要付费解码，他们可能是说每3集我放一个广告，很像 YouTube 这样，然后你看了那个广告，我就解2集，然后2集之后我再给你看广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只是说这个形式能不能在新加坡，可行度的话，可能我们金刚也可以去 try 一下。